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大规模裁员，我这个几乎掌管大半个公司命脉的主管和之前公司那些业绩丰厚的老员工全都被裁了。老板给了我们丰厚的赔偿金，堵住了我们的嘴，又在公司招了一批便宜好用的应届生代替我们。可奇怪的是，拿了老板违约金的人却都接二连三的妻离子散，负债百万。后来老板气势汹汹地把催债书砸在了我身上，负债百万的人又多了我一个。他本以为会看到我惊慌失措的脸，可他不知道的是，我早就已经识破了他的把戏，而且做空了他的公司。前老板公司宣布破产的那天，我把催债合同砸在他脸上，笑得明媚，不好好做生意，非要动些歪心思，那就不好意思了。从今天起，你老板的位置我做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五一节前最后一天，我被老板叫到办公室谈话。老板倒了好一番苦水后，跟我说公司要降本增效，裁员才能广进。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就跟我亲人一样，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出此下策的。但你放心，该有的赔偿公司一分也不会少你的。今日的谈话我早有预料，因为公司如今各项业务已经走上正规，老板亲自招的人事总监就给老板出主意，让公司注入新鲜血液。深层意思就是要换掉我们这些开国功臣，换一些便宜听话的应届生。于是从年初开始，老板便各种给我们洗脑，表示公司如今正面临着各种危机，为了养活我们这几百号人，他甚至在自掏腰包给我们发工资，公账上早就没钱了。然后名正言顺地降低福利待遇，变招法的让员工加班，渐渐的受不了的员工都主动离职了。而我留到现在也是拼着一口气，因为我最清楚不过公司的利润到底有多少。我们是活动公司，主要承办一些政府活动、演唱会以及打造商业街等等，而我是活动部的主管，公司给客户的报价单都会经过我的手，供应商那边的价格也是我去谈好的。公司财务状况根本没有老板李燕说的那样糟糕。不相信他如此好心的我，善意提醒道：李总，我来公司4年了，按照2N+1赔偿金可一共有16万。说完后，我仔细盯着李燕的面部表情，希望她赶紧收回自己的大话。谁知她脸上的笑容反而更盛了。没问题，你离职当天我就让财务打你账上。虽说这本该是公司的正规操作，但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又说不上来。只见李燕转手拿出一份协议，这样吧，我直接给你30W，你把这份竞业合同也一起签了，2年内不得从事活动行业。看出我的疑惑，李燕接着道：你毕竟也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手里掌握了不少客户以及供应商的资源，你去了别的公司，对我来说也是麻烦。我脑袋上的问号更大的，就算他想让我签这个竞业协议，但按合同法上来讲，用人单位只需按照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支付经济补偿。按我17800的工资来算，一次性给完也不过才6W块钱。李燕主动加钱，让我觉得其中肯定有猫腻。于是我嘟囔了句：2年的时间也太久了吧。李燕再次将协议推向我：那再加10万，一共40W，你好好考虑一下。从李燕办公室出来，我整个人都还处于懵逼状态，实在看不出
他要闹什么幺蛾子？但不得不说，财帛动人心，钱对人的诱惑力永远是最大的。哪怕明知道可能有坑，我也很想签下那份协议，拿到 40W 走人。我仔细回想了下，大部分同事都是受不了后自离的，只有设计部的大壮是前2个月被辞退的。我们关系也还不错，我决定晚上先找他吃饭，探探虚实。他最初百般推迟，我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答应见一面。到了碰面地点，大壮整个人看起来颓废的不成样子。我心想，如今大环境当真差到这种地步，让他如此焦虑。于是我好心安慰他，现在好工作确实不好找，你辛苦这么多年了，适当休息下也不错。我不知哪句话戳到了他的痛处，大壮直接端起白酒瓶，吨地喝了起来，吓得我连忙将酒瓶抢了过来。最终在我再三询问下，大壮才借着酒劲说出了他这段时间的遭遇。他跟我一样，离职的时候得到了2N+1的赔偿款，还有额外的竞业协议赔偿金。他工资略高于我，所以一共到手 50W。 刚离职1周，他正带着妻女享受人生，就有公司主动来挖他，让他担任设计总监一职，工资还是之前的3倍，简直让人无法拒绝。而且最重要的是，挖他的人跟李艳是出了名的死对头，没有经住诱惑的大壮，没拉扯几次便抱着侥幸心理入职了。奈何第1个月工资还没拿到手，他就被李艳给告了。公司要求大壮支付离职前12个月工资总额10倍的违约金，合计200余万。新公司也以这个为理由辞退了他。说到这儿，1米9几的大汉眼眶微红。我把房子卖了才凑齐这么多钱，现在老婆要跟我离婚，女儿也不认我这个爸爸了，都怪我为什么签了竞业协议还入职同行业的公司。我心底却在想，竞业协议的违约金额设置这么高也是不正常的，就算真闹上法庭也赔不了200万。你真赔了？不应该啊，我跟法务关系也不错，怎么没听过？公司还有劳动纠纷？大壮摇了摇头，没有闹到这一步。李总看在多年的情分上，私了的。李总人还不错，他只要我赔200万，不仅少了40几万，还保证不会让这事泄露出去，影响2年后我找工作。要不是现在老婆孩子都离开我了，也不存在工作不工作的，只怕这件事我就烂在肚子里了。大壮说着，脸上竟然还浮现出一丝丝对李艳的感激来了。我越听越急，急得我直接摔了他的酒杯。错了，都错了，你被李艳给骗了。这件事我几乎确定是老板联合竞争公司在搞鬼。我不否认有好老板的存在，但这种狗老板不可能一夜之间良心发现，处处为员工考虑。大壮吸了吸鼻子，还没明白过来，离职的时候李总尽可能的赔偿我了，发现我违反合同也尽力帮我瞒下来了，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扶额，到底是老实人。大壮一向不善交际，属于专心做事那一类，让他来理解这些黑暗人际关系，着实为难他了。我耐心解释道，你想想，你离职李艳赔偿你 50W， 最后你还了他 200W， 整件事谁受益最大？大壮看向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也是被气得一时之间呼吸不稳。我知道李艳狗，但没想到她如此狗，不仅不想赔钱，竟然还想通过裁员大捞一笔，很可能这钱还进了李艳自己的口袋。我说那天见他又换了一辆新车，知道自己被耍得团团转的大壮又急又气，但一切都是猜测。
且空口无凭的，这钱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我只能安慰大壮不要急，承诺这赔偿金肯定给他要回来。也不知道大壮听进去了多少，反正跟他分开的时候，比刚见面还要丧几分。我转身便托朋友帮我联系靠谱的私家侦探，让他密切关注李艳近日的行踪，而我继续跟他周旋，表明只想要离职赔偿，不想签竞业协议。我要让这些猜测都变成铁证如山的证据，将李艳的命脉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猎头找上我的时候，我正好拿到了李艳跟徐芳串通的证据。徐芳便是骗大壮入职新公司的总经理。酒店包厢里，李艳跟徐芳把酒言欢，全然不像平日里刻意在外人面前表现的那般水火不容。他们的声音我也听得一清二楚。我马上要辞退个员工，准备让他签2年的竞业协议。李艳话还没说话，徐芳就将话接了过去。明白，又不是头一次了，还劳烦李总亲自跑一次。李艳仰头闷了一杯酒，这次这个是个刺头，跟上次那个傻大个不一样，不然你先想办法挖他过去。徐芳稍稍正色了起来，你是说那个叫温雪的？虽然早知如此，亲耳听见事情的真相，还是再次刷新了我的下限。听见我的名字，在我愤恨不已的同时，还有一丝窃喜。证据有了，一切都好办了。这边猎头还在不厌其烦地问我有没有跳槽的打算，称有一家公司十分适合我。我顺势表现出对新公司的向往，拜托猎头帮忙引荐，然后扭头就答应了李艳的要求，签了竞业协议，并且火速办理了离职。只因我事先已经咨询过律师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无效合同。这一次我要打李艳一个措手不及，赔偿我要，高工资我也要。李艳以为我被猎头说动，她在我的离职交接单上签上名字的那一刻，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祝你前程似锦。我也勾了勾嘴角，祝公司生意兴隆。出了李艳办公室，路过设计部的时候，他们乱成了一团。接替大壮工作的杨丽正在里面大发脾气，你们跟了大壮那么久，没有一个人懂的吗？听了几句我才知道，是公司网页崩了，我们公司技术这一块是外包出去的。由于大壮懂一些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知识，所以在网页跟小程序做好后，平时有什么小问题都是大壮在维护。他除了是设计总监外，还是半个程序员。而如今接替他工作的杨丽，不过是一个他带了半年的实习生，靠向上社交以及出卖大壮，才走到了现在的位置。他专业知识尚且一知半解，这些更是从未接触过。而恰好活动部那边正在接待重要的客户，那个客户本就接连几版设计方案不满意了，介绍下过往案例，这下网页还崩了。我刚还在公司群里看见消息，说客户嘲讽公司不专业，起身就想走。原本不太重要的网页，修好它变得十分紧急。杨丽没办法，只能给大壮打电话。往日里，大壮看在李艳帮过他的份上，公司有个什么事找他，回应还算积极。如今大壮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正是一肚子憋屈的时候。那杨丽打了上百个电话，大壮一个都不带接的。杨丽迫于无奈，找到李艳那儿去了。谁知李艳一个电话，大壮就接了。他开的免提，大家都听得出大壮语气十分友好。电话？什么电话？我手机里一个未接来电都没有啊！李艳恨了杨丽一眼，说出了眼前的麻烦。好，麻烦您把电话给杨丽，我跟她说怎么操作。这下李艳看杨丽的眼神
更不友好了。他小声警告道：“半小时内弄不好，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看了一场好戏的我，正在感叹大壮为人太过善良，微信就接连跳出他发来的消息：“你还在公司？知道设计部发生了什么吧？包裹是给修好了，但是客户信息还有一些暗列模板，我都给删了。反正这是没经过我的手，通话也没有记录。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干我的事。我在的时候，那杨丽就没少给我添乱，还总爱告状。我如今也算礼尚往来了，我连发了几个点赞的表情包。什么叫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这些狗资本家先不做人的，也别怪我们这些老实人先干起义了。我回位置上收拾东西，我手下的人都表示舍不得我，也有早就想坐我这个位置的人阴阳怪气地欢送我，但他们都在暗搓搓地打听公司赔了我多少。我干脆什么都不瞒了，他们问什么答什么。反正我签的是竞业协议，又不是保密协议。知道我拿了 40W， 大部分人都是一副恨不得立马把自己也裁了的艳羡表情。天灵灵，地灵灵，下个裁我行不行？李艳肯定希望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秉承着财不外露这个道理，他也料准我不会到处乱说。可惜他从一开始就看错人了，我可不是大壮，想着走之前再送他一份礼。于是我停下了收拾的动作，向一脸八卦的众人说道：“我是主动离职的，又不是被辞退的，等什么等？”有人嘟囔了句：“自理怎么可能有补偿？”我抱着自己的东西走到了门口，回头看着他道：“你们知道的，我们公司社保个税什么的。”我说的隐晦，但大家也立马明白了过来。我这不还没来得及上诉，李总就慌了。我们李总还是相当重视公司的信誉的。李艳表面上的形象确实如此，大家各怀心思的点了点头。不知道谁嘟囔了句：“看来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在一众人若有所思的眼神中，我走出了待了4年的公司。公司一些骚操作，大家积怨已久，但又没到鱼死网破的地步，大家都默默承受着。如今大家都存了离职的心思，我又开了这个先例，后面李艳应当会接收到接连不断的麻烦。离职后，我痛痛快快睡了3天大觉，这天睡到快中午，法务小姐姐连发了好几条消息。666，李总现在看见棵树都能当成你骂几句。一问才知道，我走之前说的那番话，还真有人听进去了。好几个人拿公司的各种漏洞，要求拿离职赔偿。什么个税、社保不按实际缴纳都是小事。听说财务部的小妹妹脱身最快，是笑着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李艳如今一个头2个大，却又无可奈何，她只能转身以弄丢公司重要数据为由，把杨丽合理开除了，出气。而我也很快感受到了李艳的怒气，因为徐芳已经撇开猎头，自己找上了我，约我到公司面谈。既然如此，可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得为自己要个好价钱才是。到时候再得一份辞退赔偿，不是皆大欢喜。好几场大型活动都是你从我们手里抢过去的，我早就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妙人了。如今一见不仅妙，还是个美人胚子。一见到徐芳，他便开门见山，而我委婉表示自己不想再待在活动行业了。徐芳佯装惊讶：“你手里那么多资源，就甘心放弃？我们很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才。这样吧，你来我这儿，1个月3万打底。”见我没有太心动，他主动提起了李艳：“你们原先公司的李总在行业内口碑可不怎么好，你也知道，我跟他是出了名的死对头。你不用顾忌，
我是不会透露你的消息的，这是在隐晦的让我安心。在我半犹豫的状态下，徐芳称还要面其他人，直接通知我参加明天下午第2轮面试。走到门口，他回头对我道：“谁会跟钱过不去了？好好考虑一下。”当晚我跟大壮又碰了一面，听见跟他一模一样的套路。不善言辞的大壮连骂了几句脏话。我拿公司的现状宽慰他放心。大壮连干了3杯，还是你厉害，不是你。我连死的念头都有过了。说到这儿，我们接连接到了李艳的电话。先是李艳问我要客户备份，我直接回绝，不好意思，都存在公司系统里了，我也没有备份。反正只要他有心，在各类合同里也是能找到客户信息的。于是不等他说完话，我就挂了电话。李艳转头又打电话给了大壮，问他要过往案列。大壮再次戏精上身：“啊，怎么会这样？但是你也知道，前段时间我为了赔您违约金，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电脑卖的时候着急的我连备份都忘了。”李艳几度欲言又止，最终愤愤挂了电话。我看着大壮，朝他竖起了大拇指。他这个老实人也算是学精明了。我们是打工人，不是不知劳累的牛马，能留住我们的除了钱就是情分。他先不把我们当人的，我们自然也不用留什么情面。第2天，我如约到新公司2面，徐芳仍旧对我赞不绝口。我看了你之前的几个案例，真的干得漂亮。这样吧，只要你能跟我干，1个月6万，姐就想做圈内第一。6万底薪的工资相当高了。为了不让他起疑，我没有讨价还价，而是假装震惊的道：“真的6万？”徐芳淡淡答是，态度倒是没有特别热切，反而隐约有点不耐烦。我有个客户来了，出去一下，你考虑考虑。徐芳前脚刚出门，另一个面试者就进来了。进来就自来熟的跟我攀谈了起来，听说他们开工资挺高的，而且只要1个人。听见这句话，我便知道这是徐芳故意安排的。所以徐芳在进来的时候，跟之前的态度截然不同。她冷着个脸，准备最后逼一逼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想要生活的权利。在他起身的时候，我紧张地拉住他的手：“不用考虑了，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徐芳什么招都用完了，我才步入陷阱。他丝毫没有怀疑，甚至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欢迎加入。”第2天我就办好了入职手续。工资高，事情少，抛开背后的阴谋不讲，简直是打工人的天堂。但哪怕徐芳只拿1、2件小事敷衍我，我也尽最大的可能做到最好。我还准备拿这家公司的工资跟赔偿了，可不能让他们挑出毛病。而徐芳一心等着我被李艳整治，也没有刁难我，日子简直爽歪歪。大概过了半个月，我接到了李艳的电话。许是他自认为表面上对我做到仁至义尽，所以使唤起我来就跟他自己员工一样。你马上联系人送1套音响设备过来，再联系几个本地的网红。原来他接了一场新楼开盘的演唱会，临近开场时间，接连出了岔子。先是音响设备坏了，然后有位嘉宾生病出不了场。平时出现这种紧急状况，都是我及时从中调解，这是底下的员工解决不了，找到李艳，李艳就找到我这儿来了。我顿了顿回道：“你不是常说就打个电话几句话的事吗？怎么着？你打电话别人不愿意听？”李艳不止一次明里暗里地表示过，我的工作就是打几个电话，出去吃几顿饭，还给我开这么高工资，我该知足了。现在他该知道，自己打几个电话，跟我打几个电话，效果可不一样。
这种临时状况，大部分人是不愿意接的，急急忙忙的，到时候出了事还不讨好，那这个时候卖的就是人情了。往日里，我为了跟客户以及供应商打好关系，都是把他们当成兄弟姐妹对待的。客户家里婚丧嫁娶，小孩上学，老人看病，不管大小事情，我是能出钱出钱，能出力出力。就连对待一些迎宾模特，我也是尽力为他们着想。所以每当我有个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愿意随时随地为我兜底，连夜让人重打广告牌，立马找到一个替代的新嘉宾，再调一台新设备过来。这些事我自然能做到，可我现在才不要动用自己的人脉去帮李艳这个没良心的人。李艳又说了几句软话，我仍旧没有妥协。她不明白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跟大壮他都使唤不动了，因此他也懒得保持所谓的表面功夫。只听见他咬牙切齿的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仅入职新公司，还是同行业的公司。李艳威胁我，如果我不帮公司解决问题，就立马起诉我。我立马回怼，那我帮公司解决问题了，你就保证不起诉我了？一句话让对面的人沉默了。很快，李艳又敷衍地答应了我，保证不起诉。我看了眼手机里的视频，将保存已久的证据发给了李艳。行，你看看微信我发给你的东西，就联系这个人吧。我发完视频后，又接连发了我律师的名片。李艳以为我怕了，不疑有他的挂了电话。虽然在李艳起诉我的时候再甩出这份证据，更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到时候我不仅可以免于赔偿，还能趁机让他在整个行业臭名昭著。但大壮的钱便要不回来了，毕竟视频里面他们没有明确表明以前那个傻大个就是大壮，所以我选择先把大壮应得的钱要回来。至于李艳，像他这样的人，让他臭名昭著的机会多的是。看着李艳久久没有回复，我补充道：律师说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无效合同。看在你贴心的给大壮减免违约金，还不让外人知道的份上，只要你把钱还给大壮，我就不起诉你。这件事闹开了，对你可没什么好处。李总也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发完消息，我就把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然后倒头就睡。这一夜无梦，睡得相当好。早上起床，打开手机，源源不断的都是李艳谩骂我的话语。粗略看了一眼，数不清的婊子、贱人。且不说李艳打这场官司有没有胜算，这件事一旦上了法庭，这些所谓的证据、资料都很难保证不会泄露出去。等李艳的名声彻底臭了，员工怕被刺都跑了不说，客户怕是也不敢跟这样的阴险小人合作了。连为自己当牛做马的员工都能如此对待，更何况是利益关系。往大了说，这波操作可是犯法的。显然李艳也认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于是在骂了我一连串后，最后一句话问的是大壮的卡号。大壮的钱要回来了，而李艳当初急于让我签的竞业协议，违约金写得清清楚楚，赔偿金倒是含糊不清。那 40W 我全当辞退赔偿金了，1分钱也不会退。我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大壮的时候，他激动得语无伦次。而公司里跟我关系好的同事给我透露了昨天的情况。你是不知道，甲方脸都绿了，音响效果不好就算了，找个素人上去唱还跑调。我看这笔尾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喽。对此我早有预料。对方接着道：对了，你怎么惹李总了？我去他办公室，听见他骂了你好几次，我还能做什么事？自己没本事，
只能生闷气喽。大壮为了感谢我，请我去他家里吃饭，顺便庆祝他跟自己老婆破镜重圆。李艳钱倒是打得很快，只是自作主张将赔偿金扣了出去。我很生气，大壮却很满意。高我一个头的小伙竟然捂着脸在我面前哭了起来。大壮老婆端着菜从厨房出来，白了他一眼：好了，别丢脸了，就你最没用，被骗得差点倾家荡产不说，还没人家一个小姑娘有本事。大壮笑呵呵的也不反驳，还忙让老婆歇着，自己去端菜。他十分珍惜这次破镜重圆的机会。饭桌上，我问大壮接下来想干什么，他说反正竞业协议也无效了，老老实实找份工作吧。哎，我早就该认清自己了，要是我真值那么高的价，也不会被那李艳压榨那么久，还不敢跳槽。我顺势说出了今天来的目的，我想拉拢他一起开公司，资金不够，我们就先从工作室做起。你有技术，我有人脉，自己做事总好过被人当牛马一样戏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不想如此轻易就放过李艳。大壮心动，却又犹豫地看向自己老婆。大壮老婆在围裙上擦擦手，哎呀，行了，搞得我多不通情达理似的。你不是天天夸温雪聪明能干嘛？你跟他干我放心，免得去什么新公司又被人骗得底裤都不剩了。大壮气呼呼的，还不敢反驳一句。最终我们三人相视一笑，彼此眼里都有对未来的憧憬。在开工作室之前，我还要解决目前这份工作，为我的创业资金能添一块砖是一块。李艳自顾不暇后，徐芳也是焦头烂额。因为集团老总知道了徐芳私自高薪聘请我，扰乱市场的事，听说公司直接对他降职又降薪。可惜了，公司还不知道他拿公司的钱做人情，自己赚外快，否则可能就直接开除了。不过留徐芳在位置上也好，他降职降薪还没拿到回扣，如今跟李艳可是名正言顺的死对头，能给李艳使绊子，他哪怕少赚点也不会放过机会，成功为李艳职业道路上再添一块阻力。而我试用期没出错，公司又没有正当理由辞退我上了1个多月的班，加上半个月的赔偿款，又是10好几万，这班上的划算。我将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拿了出来，大壮把房子拿回来后，其余钱放心地交给了我。工作室很快就开起来了，加上我跟大壮一共就5个人，都是原先公司的熟人，能力都不错。而李艳的公司被 Air 整治过后，能留下的都是些新手，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员工也因为伤透了心，做事能摸鱼绝不认真干活。更令他气愤的是， Air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爆雷，原来他海归文凭是假的，其实就是个中专生。谁叫当初李艳看在 Air 美貌的份上，背调都没有做。如今李艳才知道自己干了多少蠢事，以及 Air 把公司霍成什么样子了，也算得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喽。而我的工作室如今正在创业阶段，让我没有太多的精力打听他们的消息，知道他们内部具体情况，还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供应商拿物料。我给对方发了7、8条消息，1天的时间都没有回我一句。我心里盘算了一下，自己应该没有哪个地方得罪他了，于是我又发了一条：蒲哥，我离职了，现在开了个小工作室，你不会因为是小活就嫌弃我的吧？就是这句话让对方秒回。供应商像一下打开了话匣子似的，开始跟我吐槽李艳那个杂种，一直打压我们价格就算了，活动做完了还一直不打款，距离最后一场活动
都小半年了，我愣是1分钱都没收到，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老子就是做慈善，也不跟他们合作了。不用问，我便知道李艳的资金链肯定出了问题，只怕是离破产不远了。而我跟大壮正在寻找新的办公室，准备扩大规模。再次见到李艳是2年后，一场大型投标会上，行业内稍微有名的公司都来了。看见李艳，我不觉得稀奇，倒是大壮有些惊讶，他还能来这儿。原来大壮这个闷葫芦，因为一直记恨着李艳，所以一直留意着他的动向。他们公司从去年开始就不断裁员，规模越来越小，现在只能捡些难搞的客户，做一些小型活动过活。当初我们累死累活，看着几个人的小作坊做大到几百号人的公司，现在他凭一己之力又做成了小作坊，真是牛批。他怕是为了来这个招标会，把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了吧。许是大壮的语气太过阴阳怪气，李艳也注意到了我们，他走过来，上下打量我几眼。你们这种被公司开除的人渣，有什么资格来这种地方？我皱着眉朝大壮道：你有没有听见什么狗在乱吠？大壮十分配合地点了点头，听见了。这保安干什么吃的？怎么狗都能进来？被比作狗的李艳还想说些什么，结果其他公司的负责人看见我，都十分友好地跟我打招呼，语气恭维。毕竟我的公司如今规模虽然不大，也算快速发展的行业新兴了。那李艳插不上嘴，只能在招标环节为引起甲方注意，努力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在报价上做出最大让利。他觉得此次活动肯定非他莫属。结果招标刚结束，李艳就看见主办方亲自接待我，还跟我有说有笑的。我余光中看见李艳带着怒气朝这边走了过来，我说话的声音渐渐变小，只是那眼神却始终粘在李艳身上，脸上还带着点不怀好意的笑容。心虚的李艳上来二话不说就将我推倒，他已经丧失了理智。你个贱人，给我闭嘴！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这次中标的肯定是我，少在这儿给我耍阴招！保安及时出现，按住了他，甲方则体贴地将我扶了起来。我道：听你这话，你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说的？李艳在保安手中挣扎着，你少 TM 给我装傻。我佯装焕然大悟的点点头，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3年前你联合竞争公司骗我签竞业协议，想让我赔偿200万的是吗？原本不想跟李艳一样做个出尔反尔的小人，可他依依不饶，也就赖不得我了。甲方看李艳的眼神随着我的话一寸寸冷了下去。李艳理智回笼，也知道自己彻底完了。他不知道哪儿生出来的力气，竟然挣脱了保安，想跟我鱼死网破。幸好大壮及时出现，在李艳扑到我面前的瞬间，一脚踹在李艳身上，迫使她倒退几步，倒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连叫唤的力气都没了。这一脚可蕴含着大壮几年前就憋在心底的怒气，怕是够李艳痛上好几天的。李艳被送到了警察局，虽然只被拘留了几天，但等她出来，发现自己干的龌龊事已经人尽皆知了。公司为数不多的几个员工将公司值钱的东西搬走后，工资都不要就跑了。李艳也没有办法，只能拖着满身疲惫的身子回家。而供应商们为了催款，都等在李艳门口，一副不给钱就把他打残废的气势。总之，活动这个行业，李艳是彻底别想混了。大壮在庆功宴上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李艳的惨状，从未见过的神采飞扬。他依旧是我最得力的干将，每天使不完的牛劲，
常常是我叫他休息，他都非要加班的。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客户满意度也很高，而且就算有猎头以更高的工资挖大壮跳槽，他每也拒绝得十分果断。他常说，不是我，他活都活不下去，更别提还有这么好的工作。只要你还要我，我绝不离职。看，真心也是能换来真心的。我闲暇时候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起疑心，如果我也中了李艳的圈套，我作为普通人背负一身债务，该有多绝望。但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当下便是最好。突然几个酒杯不约而同递到我面前，发什么呆？喝酒啊，温总。我举起酒杯，朝他们笑道：今天开心，不醉不归。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